Hello 啊，各位骚棒们，今天咱们来品鉴一部能把我头盖骨都给雷开的逆天神剧。男主宋轶和女友洛阳谈了7年，堪比抗战都打完了，终于要结婚了。你以为这是爱情童话？我跟你说，这特么是聊斋。婚礼当天，男主宋轶带着伴郎团雄赳赳气昂昂的去接亲，结果一到娘家门口，好家伙，直接开启了地狱难度的副本。一帮子不知道是伴娘还是劫匪的娘家人，上来就把我们男主五花大绑，美其名曰娘家习俗，说挣脱了才算爱得够深。我直接绷不住了，啥子习俗啊？这接亲呢，还是押送人犯呢？强烈建议纳入当代婚闹迷惑行为大赏。男主为了爱情忍了，你以为这就完了？更离谱的还在后头。到了堵门环节，红包给了一沓又一沓，人家还嫌少，没现金了啷个办？娘家代表直接开大，要求男主跪着从他胯下钻过去。我的妈，韩信来了都得给你点个赞呐！这已经不是陋习了，这是赤裸裸的侮辱。男主的兄弟们都看不下去了，但我们男主为了7年的感情，他真的我哭死，他竟然真的钻了。就当我以为男主已经把忍辱负重这个技能点满，马上就能抱得美人归的时候，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男主推开新娘房门，看到的不是他心心念念的洛阳，而是一只披着红盖头的老母鸡。对，你没听错，一只鸡。这又是啥子逆天习俗？娘家人解释说，新娘洛阳去救人了。谁啊？一个叫周明的男人突发心脏病。我特么也惊呆了，心脏病不打120，打给一个正在结婚的新娘子，你觉得我信吗？难道他是什么移动除颤仪，摸一下就能原地复活？还是说这个周明是什么终极 VIP， 享受新娘婚礼日紧急上门服务？男主当场 emo 给洛阳打电话，给了他1小时时间回来，结果你猜怎么着？人家直接挂了电话，说周明现在很难受，回头再解释。好家伙，这下头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的 PUA。 男主心灰意冷，带着一肚子火回去了。更惨的是，因为之前婚闹那一通折腾，他肩膀上的旧伤直接感染化脓，被送进了医院。俗话说得好，不是冤家不聚头。男主在医院处理伤口，你猜他碰见了谁？没错，就是他的未婚妻洛阳。他不是来看男主的，他是来照顾那个心脏病的周明。接下来这操作直接让我怀疑人生。洛阳看到男主，第一反应不是关心他的伤，而是拉着他要去安慰病床上的周明。理由是周明因为毁了他们的婚礼，内心自责，哭了好几次，不利于病情。我的头快要裂开了，这逻辑比我的头发还乱。一个毁了你婚礼的男人，一个让你在婚礼当天跑路的男人，现在他哭了，你还要拉着被他害惨的受害者去安慰他，这是什么圣母剧情？你哥这演我和我的好哥哥呢？病房里，洛阳对周明那叫一个体贴入微，亲自喂葡萄那叫一个柔情似水。反手就命令我们刚处理完伤口的男主回去给我亲人周明熬点鸡汤送过来。我直接好家伙，这哪是未婚夫，这整个一经验宝宝加外卖小哥啊！男主终于醒悟，这婚不结了。然而绿茶男周明岂能善罢甘休？他直接带着洛阳登门道歉，结果在饭桌上上演了一出苦肉计，故意被热汤烫伤。然后洛阳不问青红皂白，一把推开也被烫伤的男主，冲向周明，还怒斥男主恶毒，绝了，真是绝子！一个消防队长教过男主无数次烫伤要用冷水冲，结果自己男人被烫，他视而不见。好哥哥被溅到一点，他心疼的跟什么似的。这还没完，周明这个疯子为了测试洛阳到底爱谁，竟然在医院病房里纵火，把自己和男主都困在里面。这已经不是歪歪网文了，这是刑侦纪实。身为消防队长的洛阳赶到现场，面对电车难题，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先救周明。救完人，他反过来质问男主，怀疑是他放的火，理由是周明连鱼都不敢杀，怎么可能纵火？我真是气笑了，小伙伴可以把保护打在弹幕上。经历这一切，男主彻底心死，提出分手。你以为这就结束了？不，周明又伪造了男主出轨的假新闻，导致男主被公司开除。而我们的女主洛阳连一丝怀疑都没有，直接信了，打电话来质问男主。7年的感情在这些破事面前简直比纸还薄。就在男主事业爱情双双跌入谷底，准备去送外卖的时候，剧情终于迎来了爽文时刻。一个霸道女总裁从天而降，她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林浅心。原来男主之前见义勇为救过她，她找了男主很久，一通电话直接甩过来，来我公司担任人工智能项目总负责人，年薪1000万，年底还有股份分红。我的妈，这反转！
前一秒还在被前女友和绿茶男疯狂补刀，下一秒直接空降顶级公司当总经理。所以说啊，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但只要你放弃了，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看着周明那小人得志的嘴脸，我只想说，好戏才刚刚开始。